你也是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当然可以。公主穿得这么漂亮，不去跳舞有些可惜哦。一个想请公主跳一支舞的人。耳坠很漂亮，事实而已，何须道谢？对于美好之物，从来没必要去吝啬赞美。世上这些之物表面上看大都不起眼，公主不就是这样吗？不碍事，公主无需放在心上。公主好像不太善于跳舞。这样啊，那在下今晚得要公主多跳几支舞了。这样的话，公主不用担心会踩到其他人，可以放心熟悉舞步了。能邀公主跳舞，已是在下的荣幸。在下只挑实话说，公主应该不喜欢跳舞吧？公主这么想，不过是因为在这皇都里，公主心中有恐惧罢了。不，公主害怕的并不是那些人，而是宫廷的规矩罢了。但公主有所不知，社交的起源本就在于恐惧。蛮荒时期，人类作为个体的生命很难在自然界中存活，对死亡的恐惧令人们不得不群居在一起，这便是社交的开始。恐惧使人们开始社交，却无法阻止人类对陌生个体的猜疑，于是人类又制定出一套套世俗规则和庸俗仪式。
在此保证之下，人们可以彼此消遣，不至于互相杀戮。对恐惧的逃避是社交的本质。公主初来皇都，并不熟悉宫廷这套规矩，因而下意识地对陌生之物产生恐惧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其实那些贵族大人和公主一样，也会恐惧。这些宫里的王公贵族们已经过惯了一潭死水的生活，公主任何一个不符合他们习惯的行为，都会令他们不适，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制定的规则被打破，如同池塘里的鱼群，一颗小石子引发的波澜，就能令他们惊慌失措。在我看来，公主可并不是狮子。公主可是一颗世间稀有的宝石呢。似乎是哪里的电路出故障了。别担心，我带你出去。我的试验田。它们的名字叫光虫，1个月前才培育出来，真幸运，赶上了这个美丽的意外。这些光虫以花朵栖身，每皓月当空，便会在这花田中散发光芒，吸引异性。可惜这皇宫每夜都是灯火通明，即便是月色再美再亮，这些光虫也会如白昼一般躲在花朵里休憩。这并没有什么好可惜的，黑夜里才能看清明珠的光芒，要是将它置于强光之下，反倒会被庸人所忽视。这些光虫以花粉为食，或许是公主身上有花粉的味道，让他们将公主当成可口的食物了。我吗？只不过是一个闲散的花农。
在下对科技略有研究，机缘巧合下，被皇室聘为顾问。厉害的不是我，是科技。时代更迭，科技已经足够和从前的魔法抗衡。所以就算是一直信奉魔法的皇帝陛下，也不得不接受科技，普及科技。只是皇室正好需要，而我恰巧碰上罢了。公主，公主没事吧？感谢阁下。不过是对公主的举手之劳，无需客气。公主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公主客气了，不早了，快回去吧。维吉尔 F 特尔塔罗斯。当然，我们会再见的，公主殿下。公主是在想那位顾问吗？公主，请恕我直言，他刻意接近公主，或许目的并不单纯，应该多加留心。公主能这样就最好了。那人虽然看似什么都没做，也确实帮助了公主，但我还是有种直觉，公主应该谨慎些。对不起，公主，是我失礼了。刚才是因为我找不到公主，太担心您的安危，看见有陌生人在场，于是一时心急就……对，我肯定会一直保护公主的。时间不早了，公主快去休息吧。
晚安，公主。